美国这次彻底慌了。因为俄乌冲突打到现在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突然发现，对俄罗斯的制裁根本没用，反倒让俄罗斯越打越强。直到美国调查后发现，原来是队伍里有内鬼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俄罗斯怎么会越打越强呢？内鬼又指的是谁呢？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，方便收看最新的内容。截至2022年底，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.51万亿美元，这个数字超过了德国，让俄罗斯一举成为了欧洲最大的经济体。很明显，这个结果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料到的。自俄乌战争爆发，俄罗斯已经经历了美西方国家的11轮制裁，累积下来的制裁项目超过1万个。美西方国家预测的是，经过700多天的制裁后，俄罗斯的国内经济会接近崩溃，可现实却狠狠打了他们的脸。俄罗斯时隔多年重回全球前10，并且根据俄罗斯的现有经济趋势，在2024年还会实现经济正增长，这让美国开始感到不对劲，于是展开调查后，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愤怒的事情，那就是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内鬼。俄乌冲突不仅没拖垮俄罗斯经济，反而让他们越打越强。美国感到不对劲，调查后发现队伍中有内鬼。根据日经亚洲的消息称，截止到今年3月份的前10个月，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的数量相比同期增加了400%，并且在2022年11月，俄罗斯成为了印度的石油最大进口国。印度作为全世界第3大的石油需求国家，因为储备和开采远达不到自身的需求，所以常年都在进口沙特等中东国家石油。俄乌冲突爆发前，印度的石油进口60%都是来自中东地区，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，被制裁的俄罗斯能源卖不出去，于是就被印度看上了。印度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由原先的每天3.6万桶激增到至130万桶，这对于受到制裁的俄罗斯无疑是雪中送炭，而印度也赚得盆满钵满，可以说是双赢的局面。可印度这样的行为却等同于背刺了老美，让美西方国家的制裁大大缩水。虽说印度亲美，但并非是北约成员国，所以调查后发现的内鬼到底是谁呢？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不成，反让其经济不减反增。经过调查发现，除了有印度的帮助，还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出力。土耳其作为一个北约国家，公开援助俄罗斯，丝毫不给美国这个大哥面子。土耳其除了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之外，竟然还向俄罗斯提供军备支持。此前，《金融时报》曾报道称，土耳其在今年前9个月向俄罗斯或者其中间国出口了1.58万亿美元的敏感产品，产品种类多达45种。这个数字相比2022年同时期增加了2倍。这些产品主要包括通信设备、望远镜以及微芯片等部件，都是一些极具价值的军备产品，这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坐不住了。美国相关贸易官员对此警告土耳其，打击这种贸易行动。可无论如何，俄罗斯目前不仅扛住了制裁，还变得越来越强。对此您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留言。